大家好久不見，我是悠悠，一位剛進入 Sim Racing 世界的玩家。這個頻道主要記錄跟分享 Sim Racing 的心路歷程。最近已經在 iRacing 比賽一陣子，剛剛前面的畫面就是我比賽中會碰到的一些狀況，有時候被追撞，有時候為了閃避其他車輛衝出賽道，還有別人發生車禍或擊到我，或者是我把空間讓出來了，他依然要撞我。雖然說這些都是賽車事件，可是它會影響到我 Safety Rating 的成績，那這也會讓我無法提升駕照等級。在賽道掙扎幾周之後，我意外地找到一個有效提升駕照等級的方法。今天的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如何有效提升駕照等級。首先，我們來到賽事選擇頁面，接着找到我們 Class D 賽事中的 Nürburgring。它是一個長距離的比賽，這是一場240分鐘的賽事。點進來後，注意下次的比賽時間，它的賽程差不多是1個月一次，那會在每一個月其中一個週末舉行。如果錯過賽事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這樣的話，其實你有1個月的時間好好準備你自己。那這1個月呢，其實你可以熟悉賽道啊，或者只是訓練體能來備賽。為什麼我會說要訓練體能？其實4個小時的比賽，你一個人開其實蠻累人的。那另外講到熟悉賽事方面的話，這邊也可以選擇用 Test Drive， 這樣子的話，你將會用相同樣的規則設定來準備你的比賽。接下來我會用比賽影片來跟大家聊聊我學到哪些有用的資訊。今天是我第一場4小時的長距離比賽。第一場比賽剛起跑的時候，我完全沒有想到50幾輛車起跑這麼壯觀。我又是在中段位置出發，所以當我靠近第一個彎的時候，前面已經撞成一片。我很害怕一開始被撞出去，所以開得特別邊邊。第一圈的大亂鬥情況其實很嚴重，我心裡在想說，這不是一場4小時的比賽嗎？那為什麼大家這麼拼？當我以為有辦法安全度過前幾個彎的時候，結果還是發生了車禍。有趣的是，我賽後回放才發現，我們差點撞第2次。賽道的混亂狀態持續了很久，那我前車一直都很多，那也時常有事故產生，所以我一直沒有時間來穩定自己的心理狀態。當我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後面有一台快車逼近我。那這時候，其實我為了讓它通過的時候，那不小心開出賽道，被記點。在驚恐狀態下，我跑完了第一圈，沒想到才跑完第一圈就需要進站維修。那我進站的時候才發現，裡面現在已經這麼多人，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同時間在維修站裡面。我第一次維修就花了3分鐘。那我也利用這段時間稍微整理一下自己，沉澱一下心情。不過同時間我也在想說，要怎麼樣追趕這失去的3分鐘。是因為這樣心態的失誤，所以讓我開出去的時候呢，就一直非常想要追到前面的人，結果就發生了一個打滑撞牆事件。可是就是這麼輕輕的一碰，系統判定我車損太嚴重，我只能用拖車拖回到維修站。那這個結果呢，就是花了快10分鐘拖車，加上40分鐘的維修時間，整整花了我接近1小時的時間在等待。那經過1小時等待之後呢，我也比較害怕，所以說我後來在開出維修站的時候，駕駛風格就偏向於緩和，我只想要穩穩的開在賽道上面。這時候我已經不在乎名次，我只想要享受開車的樂趣。後來比賽過到3個小時之後，我開始犯下一些很奇怪的錯誤。像是我在紐柏林著名的跳躍點當中踩剎車，那這就導致說我車子在落地的瞬間失控。而這樣的錯誤我不是犯1次，同樣的錯誤我犯了3次，那每一次都會讓我進站維修7到8分鐘。最後就這樣子在無止境的維修過程當中，完成了我第一次的4小時比賽。整場比賽我進站維修次數8次。一共維修時間1小時28分。我比賽圈數我總 total 只跑了18圈，
就當我覺得這場比賽沒有救了的時候，一定會被扣很多分。有趣的事情來了，我在比賽的結尾看到我的 save rating 是加分，那我駕照升級了。那比賽結束之後，我就在想，下一次4小時的比賽，我要降低維修的次數降低維修的時間，那盡可能一直在賽道上面奔馳。那這樣子的話，其實會有利於我的 save rating 的成績。不過同時間呢，我也需要練一下體能，就是下次在比賽長時間的時候呢，我的專注度可以一直維持在還不錯的狀態。後來1個月後，我迎來了第2次機會，這次我決定不跑排位賽，直接從後段出發，避開前面的車潮。蠻有趣的是，這場比賽前幾個彎發現，這場的車手相對冷靜，沒有前一場比賽那麼衝動。雖然也有零星的車禍，但都沒有像上次一樣這麼嚴重。當我還想說後段出發的策略成功的時候，後面的 Porsche 就決定提醒我，這是一場比賽。不過有趣的是，我賽後看回放，發現他其實根本沒有碰到我。所以我在想說，這是不是大家一直在口耳相傳的 Net Code 事件？但是 anyway， 我們回到賽車上面。由於這一次我對於賽道比較熟悉，所以有時候可以慢慢接近前面比較慢的車。不過像這個時候我就沒有預料到他的剎車點，所以為了避免撞到他，我往右邊閃。那這個失誤讓我丟了3個排名。不過沒有關係，只要不車禍什麼都好。比賽的過程中，就像我計劃的一樣，我待在賽道上面變長了，減少車禍，也減少了維修時間。不過這個也考驗我在賽道上面的一個持續性，也算是1個月以來的驗收。這邊我出彎的時候發生了失誤，導致後車有機會超過我。不過我也慢慢了解到，先不要急，穩定的發揮比什麼都重要。也蠻有趣的是，在幾個彎之後呢，他就打滑撞牆，讓我有反超過去的機會。當然，整場比賽也不是沒有大失誤。例如像這個彎我沒有處理好，讓我很大力的撞上牆，這一撞也撞出本次最長的維修時間，8分30秒。兩場比賽維修差異，第一場比賽進維修站8次，維修總時間1小時28分鐘。第二場比賽進站維修次數5次，維修總時間14分22秒。光看這邊數據就可以知道，不發生車損的情況之下，可以花很多時間在賽道上面。我來總結一下2場比賽的結果。第一場比賽總圈數18圈，平均1圈要14分鐘。那我總名次是在59當中的第35名。第二場比賽總圈數27圈，平均1圈要9分鐘。那我的名次提升到58名當中的第16名。那最後經過這2次的長距離比賽，我的駕照就從 D 級升到 B 級。跑完這2場 Nürburgring 4小時的耐力賽後，我整理了5個賽前準備重點，供大家參考一下。第一點，選擇一台自己熟悉的車，能穩定控制的車。耐久賽需要長時間駕駛，所以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哪一台車速最快，而是哪一台可以讓你持續的穩定開下去。那你需要熟悉它的剎車距離、轉向反應，還有車輛開始失控時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。第二點，熟悉賽道上面的一些危險彎，還有主要路線，不需要說完全記住每一個剎車最佳剎車點，也不需要每一個彎都跑到極限，但至少哪些地方容易撞牆，哪些路肩不能壓太多，或者是哪幾個彎需要提早減速。那也可以先注意住自己比較穩定的路段，那這樣當比賽壓力變大的時候呢，或者開始疲累的時候，可以利用那些路段找回到自己的節奏。第三點，事先練習如何進出維修站，因為耐久賽你會需要進出維修站換胎或者是維修加油等等，所以說在正式比賽之前的時候，你需要能確認你的維修站入口位置，從哪裡開始限速，從哪裡開始離開維修站，不要等到正式比賽的時候才第一次嘗試進站，這樣有時候你會手忙腳亂，忙不過來。第四點，
花一些時間來練習，再參加正賽。練習的時候，你不一定要練到一個非常快的速度，但是你要有個穩定的圈速。比起偶爾跑出一個非常快的圈速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穩定一圈又一圈完成你要的時間。那第5點，我也覺得是最重要的一點，是把賽事目標改成穩定完賽，不要每一圈挑戰你的極限，也不要因為前車比較慢就急着冒險去超越他的位置。其實有時候使用自己可以長時間維持的速度，那等到對方發生失誤，或者是前方有塞車的情況之下，你再超車就可以了。那還有一個就是當後方有快車接近的時候，我們要怎麼樣如何保持我們的路線的穩定？也許我們需要在適當的位置收油，不必要的風險。其實有時候對我來說，單圈慢個幾秒問題不大，但是一次嚴重事故其實可以讓我們失去非常多的時間。像第2場比賽就這樣輕輕一撞，8分多鐘，那8分多鐘其實夠我跑一圈，所以我認為必須每一圈都在追求極限速度。其實想辦法讓自己持續在賽道上面，這個會比較符合我設立的一個耐久賽目標。好，以上就是我這2場在 Nürburgring 4小時耐久賽中學到的經驗，希望這些內容也對正在提升駕照等級的你有所幫助。當然，這只是我目前身為新手的學習心得。如果你有更穩定或更有效的升級駕照方法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，跟我與其他新手一起分享。另外跟大家說明一下，這次距離上支影片隔了比較久，主要是因為之前只要在進行 iRacing 比賽的途中，電腦就有可能不定時的宕機重開，所以這讓我不但無法順利的比賽，還有錄製內容。那 iRating 也一路掉到900多分，幸好最近第3季的更新後，這問題暫時就沒有再發生。那也希望接下來我可以安心的比賽，來同時記錄我的學習過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，謝謝大家的收看，也謝謝大家耐心等待這支影片。如果喜歡這一類的新手學習的影片的話，歡迎訂閱本頻道。那也別忘了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我們下次影片再見。